爸，您老人家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呢？苏无忌说道。苏瑞没好气地说道：臭小子，我跟你开玩笑了吗？爸，您知道我身边是谁吗？苏无忌说道。不管是谁，起码人家姑娘比你懂礼貌。苏瑞说道。苏无忌往自己的嘴巴上打了一下。我就不该多那句嘴。说完，他便把手机丢给了武田雨衣，语气硬邦邦的：喂，我爸要跟你说话。这一下，手机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对方2条腿之间的缝隙里。武田雨衣本能的双腿一夹，避免了手机落到地板上。确切地说，手机被夹在了被苏无忌之前喷出来的鲜血染红的地方。武田雨衣的俏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脸庞微热，用手指捏起了手机。苏无忌看了一眼，竟是还补充了一句，说道：还好手机沾到的是我自己的血。武田雨衣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这明明是我自己的衣服，就算是我的血又怎么了？我都还没嫌你恶心呢，你倒是先嫌弃上了。不过看在这家伙之前从猩红之神的血色飞刃之下救了自己一命的份上，武田雨衣咬了咬牙忍了。不过当把手机贴到耳边的时候，武田雨衣的心脏便控制不住地骤然紧缩，仿佛跳到了嗓子眼。他一贯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极好，从小到大紧张的次数寥寥无几，可是这一次那股紧绷的心情让他差点想要把手机丢下，跳车而逃。苏瑞那边并没有先开口，似乎有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强大压力从手机另外一端传了过来，将武田雨衣全身上下皆是笼罩在内。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四肢已经在极短的时间里变得冰凉。停顿了几秒钟，冷汗涔涔的武田雨衣终于决定主动开口了。他深吸了一口气，主动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说道：苏叔叔您好。无比标准的华夏语，字正腔圆，还透着些许的柔和轻婉。光是听着语调，还以为是一位来自于江南水乡的大家闺秀在讲话呢。苏无忌在一旁撇撇嘴，小声嘀咕道：装得真像上。其实武田雨衣这还真的不是在刻意伪装，那柔柔弱弱的声音实则是他提起了全身力气才得以稳住的语气。此时武田大小姐简直虚得要命，从心到身皆是如此。这位曾在裁决庭里运筹帷幄的智囊，被一个远程电话给压制到了毫无底气，已经快要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了。只因手机的另外一端是传说中的太阳神阿波罗。武田雨衣曾经有一个称霸东亚地下世界的梦想，可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居然这么快的就接触到了曾经的黑暗世界之王。和波澜壮阔的西方黑暗世界相比，东亚地下世界的那一片天地显得瞬间渺小了许多。武田雨衣。苏瑞的声音终于响起，这语气很平静，声调很沉稳，听不出任何的情绪。武田雨衣从中听不出什么敌意，也感受不到多少亲近。苏叔叔，是我。他轻声说道。说话间，他那握着手机的手指都在轻轻颤抖着，掌心之中已经布满了湿滑的汗水。如果电话另外一端的是站在对立面的敌人，那么自己又该如何自处？是直接缴械投降，还是硬着头皮死扛到底？然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自己就算是想要死扛到底，
又哪里有这种资格？苏瑞忽然问道：“你是属什么的？”“哦，您说的是属相吗？”武田雨衣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愣住了。“算了，不重要。”苏瑞说道。“丫头，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丫头。听了这句话，武田雨衣的眸光轻动，睫毛轻颤。这一刻，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但是武田雨衣很确定自己喜欢这种称呼，即便那并不代表来自太阳神的认可，可是却带有一丝华夏长辈所特有的朴素的善意与友好，起码其中没有敌意。这一刻的武田大小姐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在不久之前还曾假设着该如何带领禁锢黑渊抵抗太阳神殿的全面攻击呢。谢谢苏叔叔。武田雨衣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走好接下来的人生之路。我今天就少说2句。苏瑞说道。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不喜欢长辈说教，你旁边那小子尤其如此。我平时但凡想多管管他，他都跟。武田雨衣的唇角轻轻翘起，勾勒出了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出来的笑意。贵为黑暗世界之王，跺一跺脚，黑暗之城都要抖上3抖，私下里居然也有这么日常的一面，居然也有和儿子相处的烦恼。这一刻，武田雨衣不禁觉得太阳神阿波罗的真实形象似乎已然具象了许多，变得真实而鲜活。苏无忌连忙打断，语气里有些委屈：“爸爸，您是在跟别人讲话，怎么又开始数落起我来了？我可是暗影天王，也是很要面子的，好不好？”“行，你是暗影天王。”苏瑞从善如流。“我就是天王老子。”苏无忌闷声闷气的回应：“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倒也没什么问题。”武田雨衣干脆把免提打开了，听着这一对父子间充满了烟火气的对话，他觉得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欢乐，同时心头也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羡慕。自己和父亲此生都未曾有过这般寻常而温暖的交流，以后自然也不可能再有了。“天王小子，我在跟武田家的丫头说话，你别插嘴。”苏瑞说道。“回头让你妈给你打点零花钱。”“是。”“好嘞，爹。”苏无忌瞬间变脸，对着手机隔空吧唧了好几口，声音谄媚：“您就是我亲爹啊！”电话那边的天王老子简直气得鼻子都冒烟了。“废话，你难道还有别的爹吗？”武田雨衣忍俊不禁。“雨衣丫头。”苏瑞说道。武田雨衣把免提调成了听筒，又把音量调整到了最小值，轻声应道：“苏叔叔，我在听。”苏无忌看着他的小动作，没好气地说道：“没用的，我耳朵灵着呢，一样能听见。”说着，他抬手指了指坐在前排的2个老男人：“他们也能听见。”那耶斯和阿图罗正竖着耳朵偷听着呢。听到苏无忌的话，齐齐战术性的咳嗽了2声，以掩饰尴尬。苏瑞问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你想好了吗？”这声音很平静，就像是邻家长辈在与住在隔壁的年轻晚辈闲话家常，语气之中没有丝毫的压力。但即便苏瑞的语气温和，武田雨衣也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毕竟接下来的回答关乎着自己未来与太阳神殿的关系，这甚至是能影响到自己最终的生命走向的。武田雨衣很聪明地选择了坦诚，说道：“苏叔叔，我现在脑子很乱，还没想好。”其实本来都是想好了，
可是阿波罗的这个电话，把他所有的计划从头到尾全盘打乱了。毕竟对方能这么开门见山地询问出这个问题来，就说明这位强大的天神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黑暗世界的注视，甚至自己数次设计暗杀苏无忌，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一想到这儿，武田雨衣的手心里又沁出了冷汗。想不出答案时，就去看看这个世界。苏芮的声音之中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他接着说道：找个地方放空一段时间，偶尔停下脚步不是坏事。苏无忌在一旁啧啧说道：爸，您这么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都不像是您老人家的风格了。苏芮，你的零花钱没了。苏无忌秒怂。亲爹，我的好爸爸，我错了。武田雨衣忍着笑意，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对方吃瘪的模样让他的心情一下子飞扬了起来。然而下一秒，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表情一下子怔了怔。因为自己此刻微有幸灾乐祸的神态和心境，简直像极了儿媳妇在给老公公打电话告那个不成熟老公的状。天哪，我想到哪里去了？武田雨衣的俏脸瞬间发烫，简直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随后他立刻冷静了下来，并且对此提起了警惕之心。在他看来，刚刚莫名其妙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画面，这辈子都不可能变成现实。苏叔叔，您对我接下来的道路有什么建议吗？武田雨衣问道。不得不说，他的思路很清晰，而且这句问话明显有些讨巧和狡猾。遵从你自己的内心便好。苏芮的语气依然不变，带着洞悉世事的淡然说道：尽量做一些不会让未来的自己后悔的事情。电话两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车辆行驶的噪音在耳边弥散。武田雨衣咀嚼着这几句话，遵从内心，不让未来的自己后悔。这看似简单的话语，却蕴含着极重的分量。他的内心此刻乱如麻，但似乎又有某种模糊的念头在悄然萌芽。谢谢你，苏叔叔。武田雨衣最终轻声说道，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少了几分的柔弱，多了几分真诚的思索。我会好好想想您的话。对了，丫头，你属什么的来着？苏芮突然就是重提，之前还说这个问题不重要，现在明显很关心。按照华夏的属相来说，武田雨衣报了个年份，随后道：应该是属虎的。苏芮说道：挺好，无忌属龙的。回到了酒店房间，苏无忌看着心事重重的武田雨衣，毫不客气地说道：看你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那么就再神游一会儿好了。我先去洗个澡。说着，他直接扯掉了沾满血污和灰尘的上衣，径直走进了浴室里，留下武田雨衣站在原地，看着地板上的脏衣服，听着浴室里面传来的哗啦啦的水声。武田雨衣咬了咬嘴唇，低声说道：这个家伙是不是不知道绅士风度这几个字是什么写的？不过一想到自己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算是苏无忌的敌人，他又把这不满的想法给压了下去。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武田雨衣很想上网搜索一下龙和虎这两个属相之间的关系，可惜他现在连对外联系的资格都没有。大概10分钟之后，苏无忌走了出来，他只是松松垮垮地系着一件浴袍，那湿漉漉的黑色碎发和透着干净光泽的皮肤，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清爽了不少。武田雨衣微微抬眸，看了看他，眼光稍亮一分，随后开口，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倦意：我有点累了。的确，他本来就因爆炸而身受重伤，这次又陪着苏无忌折腾了一整夜，内伤明显加重了好几分。尽管现在武田雨衣的脑海里还盘桓着许多的事情，但是眼皮已经渐渐重到抬不起来了。彼此，我也很累，你直接睡觉也行。苏无忌一边随口说着，一边用毛巾胡乱擦着头发。还是洗个澡吧。武田雨衣强行撑着自己站起来，想要挪去卫生间。然而这个动作扯到了肩膀的伤口，让他疼得狠狠皱了皱眉头。苏无忌见状上前2步，一把扯开了他的衣领，看了看沾染了鲜血的绷带，说道：你的伤口虽然缝合了，但需要重新包扎，等你洗完了澡我来给你弄。武田雨衣说道：我自己就可以，我先进去清理一下。说着，他独自挪进了卫生间，进门之后便是微微一愣，眼光稍凝。因为浴缸里已经放满了清水，水面还氤氲着些许热气，一看就是干净的，没人洗过。他的眼睛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一线渴望，伸手试了试水温，恰到好处。在鲜血与尘土之中挣扎了一整夜，谁能抗拒一个温暖浴缸的诱惑？这时候，苏无忌的声音隔着浴室门板响起来，带着他特有的漫不经心：顺手放的水，不用谢我。武田雨衣没回应他，随后浴室里便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从这声音来判断，他脱衣服的速度着实有点慢。真是个没礼貌的女人。苏无忌摇了摇头，轻轻拍了一下浴室门：洗澡之前记得把所有伤口都用防水贴给贴住，不然感染了可别怪我。都在洗手台上摆着了。武田雨衣还是没吭声，但很快浴室里面便传来了撕开防水贴外包装的呲啦声音。苏无忌听了似乎是放心了一些，转头回到了沙发上躺着。武田雨衣先在淋浴下把身上的灰尘冲洗干净，尤其是沾染了苏无忌鲜血的地方，更是里里外外仔细地搓了好几遍，确定肌肤的每一道纹理都没有血迹残留之后，这才撑着身体小心地抬起腿迈进了浴缸。当温暖的热水逐渐包裹住疲惫不堪的身体时，那深入骨髓的倦意仿佛都被驱散了几分。武田雨衣凝望着那清澈的水面，有些微微出神。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这样安心地泡过澡了。关于前路又该怎么走？究竟是选择每天都能泡澡，靠着别人也能活得很舒服的生活，还是重拾野心，走一条更艰难的路，去和他日日博弈，分庭抗礼？这个念头冒出脑海之后，武田雨衣吓了一跳，他旋即反应了过来，我什么非要和他分庭抗礼？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什么时候和他较劲，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我的人生目标了。武田雨衣轻轻摇了摇头，湿漉漉的发丝贴在脸颊旁边，轻声道：我要超越的是我自己。他的眼光已然渐渐变得坚定了许多。过了10分钟，苏无忌又拍了拍门，声音里带着催促之意：好人内心。武田雨衣说道：你先去休息，不用管我。苏无忌：我怕你死在里面不好收拾现场。明明是关心的话，偏偏要用最难听的方式讲出来。武田雨衣低声地吐槽了一句，随后起身开始擦拭着身体，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极其的小心，生怕自己会滑倒。不然的话，苏无忌冲进来扶自己，那种场景光是想象一下就让他尴尬的脚趾头抠地。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当武田雨衣刚刚抬起一条腿，准备给自己穿上某件一次性短款衣物的时候，脚底忽然失控一滑，啪！他的整个身体结结实实地拍在了布满水珠的瓷砖地面上。那清脆的撞击声音直接穿过了浴室门，传进了苏无忌的耳朵里。武田雨衣忍不住地发出了痛哼声。这一下摔到了伤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疼得他眼泪都控制不住地涌出来了。然而门外偏偏传来了苏无忌那能把死人气活的声音。怎么在浴室里摔倒了？真是好烂俗的桥段，就不能玩点新花样啊！武田雨衣此刻只想把这家伙按进浴缸里淹死。他忍着钻心的疼痛，尝试着撑了几下身子，可是肩膀受伤的那条胳膊完全使不上劲儿。摔了这一下，似乎把最后一点力气也摔散了，浑身上下都是软绵绵，根本提不起任何的力道。膝盖刚刚硬生生地撞到了地面，现在也是生疼。努力尝试了2分钟，他依然徒劳地瘫在地上。武田雨衣艰难地抬起手，扯过了放在洗手台上的浴巾，勉强盖住了关键部位，这才带着屈辱开口说道：你能不能进来扶我一下？苏无忌呵呵一笑：怎么思考了这么久，终于决定勾引我了？你……武田雨衣真是觉得苏无忌太混蛋了，他忍着不爽说道：我疼得起不来，请你不要再说风凉话了。浴室门锁了，我怎么进来？我没锁门。武田雨衣脱口而出。说完这句话，他自己都是一愣。是啊，自己为什么不锁门？难道潜意识里笃定了苏无忌是正人君子，根本不可能趁人之危？又或者说，自己对于某些事情心里其实是有着极为隐秘的期待？你又没穿衣服，我怎么进去？苏无忌还在外面废话。武田雨衣的脸颊发烫。我用浴巾盖住了。他现在脸朝下地趴在地上，浴巾只能勉强遮盖住后腰至大腿的区域，大半个背部的光洁肌肤都暴露在空气中。行吧。苏无忌勉为其难地说了一句，这才开门进来。这一瞬间白光满眼。不得不说，武田雨衣的身材比例是真的绝佳，皮肤也是细腻如此。腿部的肌肉没那么多，但线条非常流畅，反而更给他突出了一股柔软的感觉来。而那随便盖在后背上的浴巾，虽然起到了一点点的遮蔽作用，但是却平添了一种欲说还休的诱惑力，让人很想掀起浴巾边缘，把这身材的奥秘一探到底。苏无忌是个正常男人，这个场景映入眼帘之后，立刻觉得呼吸一滞，血液似乎瞬间涌至头顶。他深吸了一口气，把女士浴袍从旁边衣架上拿了下来，不由分说地将武田雨衣胡乱裹住，然后单手揽着对方的腰，将她夹在胳肢窝底下，就这么夹着走出去了。武田雨衣被这极其不雅的姿势弄得羞愤难当，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就不能换个方式抱？苏无忌没好气地回应道：能把你弄出来就算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说完，他便直接将他脸朝下的放在了床上。武田雨衣趴在柔软的大床上，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刚才但凡苏无忌随便换成诸如公主抱之类的姿势，他都要彻彻底底地走光了。房间内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只有两人的呼吸声交织着。武田雨衣将发烫的脸颊埋进柔软的枕头里，试图躲避这令人窒息的尴尬。他能感觉到苏无忌的眼睛还停留在自己身上，那目光犹如实质，从后背一路扫到了小腿，让他暴露在浴袍外的肌肤泛起细小的鸡皮疙瘩。你不要看我了。武田雨衣闷闷说道。谁看你了？你哪里好看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事实上，此刻武田雨衣的浴袍因为他被放下的动作而有些散开，光滑细腻的小腿和线条完美的侧腰皆是暴露在外。苏无忌觉得喉咙有点发热，强迫自己移开视线，走到一旁拿起了医药箱。他好，别乱动。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低沉沙哑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只不过这声音似乎是强行伪装出来的，以此来掩盖其中所蕴含的热量。武田雨衣闷闷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他现在根本不敢乱动，也不敢多说话，生怕激起某人的凶性。苏无忌坐在床边，看了看那完美起伏的腰背曲线，忽然抬手放在了对方的肩膀上。你说，如果我们俩现在发生一点实质性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会不会很有趣？说话间，他已经把裹着武田雨衣的浴袍往后褪下了一点，露出了肩膀上的伤口。后者的身体由内到外的猛然一紧。要不咱们试试？苏无忌笑道。而紧接着，武田雨衣便打了个哆嗦，因为他的浴袍已经被苏无忌扯到了腰部，整个后背都暴露在对方的视野之中了，发生实质性的关系。说实话，武田雨衣确实没想到苏无忌会突然说出这样直白的话来。难道说对方是个正常男人，终究扛不住那种生理本能的驱使？没有感情的男女关系是毫无意义的。武田雨衣并不知道苏无忌是不是在试探着自己，他认真地说道。而你我之间要是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即便已经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但还是能够从中听出一丝紧绷的颤音来。显然，这东阳姑娘现在非常紧张，生怕苏无忌做出一些她无法反抗的事情来。毕竟自己的整个后背现在都是暴露在外的，这让她非常没有安全感。苏无忌呵呵一笑，从医药箱里拿出了镊子，夹起了消毒棉，冷笑道：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就你现在这病秧子的样子，我实在提不起任何的兴趣。武田雨衣居然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真的吗？苏无忌，怎么你不信？不信，可……武田雨衣话一出口，有点后悔，恨不得一口咬掉自己的舌头。自己为什么非得接这一句？这是在控制不住的跟他较劲，还是对自己身体吸引力的不服气？就凭你现在这副小身板，我如果真的起了某方面的心思，真怕半途就把你折腾死了。苏无忌手上的动作不停，语气中带着嘲讽说道。只是说话间，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武田雨衣的两侧腋下，随后收回了目光，但呼吸似乎控制不住的变热了一分。武田雨衣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紧接着他的身体便是轻轻颤了颤，因为消毒棉沾着冰凉的碘伏，已经开始在他的伤口上擦拭了。苏无忌的动作很仔细，一点点清理着肩膀伤口周围的血污和之前残留的药膏，
伤口被药水刺激所产生的痛感，让武田雨衣咬住了下唇，只有身体肌肤的紧绷泄露了他真实的感受。如果疼可以喊出来。苏无忌头也不抬地说道，手下动作却没停。没人会笑话你。不疼。武田雨衣嘴硬，声音却因为压抑痛楚而带上了一丝鼻音。谁说没人笑话我的？全世界嘴巴最损的人就在我身后。苏无忌呵呵笑了笑，不再理会对方的倔强。他清理完几处伤口，用被子将武田雨衣的上半身盖好，又把他翻了个身，检查了一下刚才摔倒时磕碰到的膝盖。果然，膝盖处红了一片，已经有些微肿。苏无忌拿出化瘀的药膏，用掌心在他膝盖周围揉开，那带着体温的触感和药膏淡淡的清凉，让武田雨衣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在心底蔓延，排斥、尴尬，却又夹杂着一丝被人小心照顾着的安心感。这种复杂的感觉对他而言实在太过陌生。谢谢你。武田雨衣缩在被子里，低声说道，你很细心。这句话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发挥着演技。苏无忌抓着对方的柔软小腿，揉着膝盖说道，不客气，毕竟如果你的膝盖要是肿得太厉害，我对别人就解释不清了，他们还不知道我对你干了什么啊。你。武田雨衣气结，紧紧闭上了嘴巴，发誓不再和这个家伙说一句话。这家伙又是这样，总是用最混蛋的理由来解释或许并不那么混蛋的行为。涂完了药膏之后，苏无忌去浴室里洗了手，然后用手指勾起那件掉在地上的一次性衣物，随手丢到了床上，说道，你现在可以穿上了，放心，我不看。然而这件衣服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武田雨衣的脸上。不好意思，是个意外。苏无忌看着短裤蒙脸的东洋姑娘，先是道了个歉，然后实在没忍住，笑得浑身哆嗦。武田雨衣面无表情地把一次性衣服从脸上扯了下来。1分钟之前他还想出声感谢苏无忌，现在又屈辱地想掐死他。苏无忌躺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武田雨衣则是在被窝里愤愤地穿好了那件一次性衣物。在穿衣的过程中，他的目光始终落在那个青年的身上，似乎是在警惕着，生怕对方睁眼。麦耶斯和阿图罗一直在房间外面负责着警戒，不多时，苏无忌便已经传出了轻微的鼾声。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这鼾声之后，武田雨衣的心情忽然莫名变得宁静了不少。不过在睡着了之后，苏无忌还时不时地咳嗽几声，大概是受之前猩红之神给他造成的伤势所影响。拖着受伤的身体还给自己放洗澡水，想到这一点，武田雨衣一下子不生气了，心中那尴尬感和屈辱感也消失无踪。他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沙发上的青年，心里又涌出了一股强烈的不真实感。在这陌生的国度，两个本该是一生之敌的人却共处一室，距离那么近，甚至一个穿着浴袍，一个盖着被子，彼此身上的衣服加起来都没有几件。身体的极度疲惫终于战胜了混乱的思绪，武田雨衣的意识渐渐模糊，沉入睡眠之前最后一个念头是，这家伙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两人睡得不知天地为何物，等到武田雨衣睁开眼睛的时候，晨光已经透过窗子照进来了。他这一觉竟是睡得前所未有的香甜安稳，
就连那些由于内伤所引起的疼痛感，此刻也都消解了大半。整整一夜，武田雨衣连个梦都没做，这种沉浸式的安心睡眠让他感觉到极为的沉醉和留恋。苏无忌这时候也睁开了眼，先是看了看时间，随后立刻喊了一声：我去，居然睡了这么久。两人足足睡了24小时。紧接着，苏无忌便看到了窝在被子里的武田雨衣，后者的清澈目光正落在他的身上呢。苏无忌稍稍愣了愣，因为此刻的武田雨衣未施粉黛，长发蓬松，有种天然去雕饰的纯净美感。如果不是知道这东洋小娘们实则腹黑到了极点，苏无忌此刻说不定还真的会有点控制不住的心跳加快。怎么这么看着我？武田雨衣开口问道，声音轻轻。他选择直视苏无忌的眼睛，并未躲开对方的目光。苏无忌呵呵一笑，因为忽然发现你长得还不错。随后他收回了目光，起身倒了2杯温水，把其中一杯放在了床头柜上。武田雨衣看着那杯温水，眸光微垂，轻声说道：谢谢。真有礼貌。苏无忌转身又进了浴室，准备冲个澡。然而就在他冲到了一半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了刷卡开门的声音。除了自己之外，麦耶斯也有这个房间的房卡，但是后者绝对不会不打招呼的就闯进来。苏无忌立刻关上了淋浴，凝神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此时武田雨衣望着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女人，明显迟疑了一下，随后问道：请问你是？对方并未立刻回答。他的气质高贵，五官立体精致，眸光清冷如秋日深潭，修长的天鹅颈格外动人。武田雨衣盯着这张脸愣了2秒，这才反应过来，银月的杀手教官艾斯丹。没错，进来的就是银月的杀手教官。在前天夜里，艾斯戴尔亲自参加了围剿无面者和人口贩卖组织的战斗，收尾工作又忙了整整1天，回去之后洗去了满身尘土与血污，匆匆补了一觉，天色才刚刚亮起，便已经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艾斯戴尔看着裹着被子但雪白肩膀却暴露在外的武田雨衣，那绝美又高贵的面庞之上毫无表情，语气淡淡说道：你没见过我却一眼认出了我。武田雨衣摇了摇头，同样面无表情地说道：毕竟当初我想要对银月动手，自然得知己知彼。当时在莫桑克罗岛上，武田雨衣在幕后观看了银月和杜卡罗交手的全过程，等到胜负已定之后，才在归途的飞机上忽然出手，劫走了指挥官雪人。艾斯戴尔的声音冷冷：如果放在3天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武田雨衣露出了一丝微笑，只是这笑容之中有着浓浓的自嘲意味。你现在依然可以杀了我，而我没有半点反抗之力。他现在甚至没搞明白，为什么艾斯戴尔会出现在这里，来杀自己，这似乎是唯一的理由。我不会这么做。艾斯戴尔看着面前这个虚弱到透着慵懒风情的东亚美人儿，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毕竟你现在已经算不得银月的敌人了，我如果真的杀了你，他会不高兴的。头抬起。武田雨衣愣了愣，显然还没弄清楚这句话的因果联系。艾斯戴尔说道：我是来找他的，不是来找你的。头抬起。武田雨衣的声音有些干涩：你说的是苏无忌？哼。
艾斯戴尔微微颔首，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她那像是冰封般的绝美面容瞬间如同春雪初融，明显生动了许多。看到这样透着暖意和思念的表情，武田雨衣立刻就明白了，只是这个结果让他很是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呢？武田雨衣的心中充满了震撼。就在这个时候，咔嗒一声传来，浴室的门打开了，苏无忌光着脚走出了浴室。他只是在腰间松松垮垮地围着一条浴巾，湿漉的黑发不断滴下水珠，沿着精悍结实的胸肌与腹肌线条蜿蜒滑落，没入浴巾的边缘。武田雨衣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苏无忌的身上，第一反应在心底无声炸开。这家伙的身材确实好得过分，每一寸肌肉线条都是匀称流畅，仿佛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却又恰到好处，近乎完美。然而当武田雨衣看到苏无忌的眼神之后，心中顿时变得有些复杂。此刻苏无忌看着艾斯戴尔，眼睛里涌出了想念和炽热混杂的光芒。你怎么来了？苏无忌的声音有些沙哑，似乎带着刚沐浴后的水汽，也带着从体内升腾而起的热量。毕竟艾斯戴尔表面上的气质越是高贵的不可侵犯，越是能够让苏无忌想起他那私下里极度反差的一面来。那一面，那一朵花只为了他而绽放。武田雨衣的目光在这一对男女之间来回逡巡，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他的心弦有些莫名其妙的紧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滞涩感出现，已然在心间悄然弥漫开来。艾斯戴尔凝视着苏无忌的眼睛，红唇轻启，说道：当然是来看看你。他的声音里早已没有了之前和武田雨衣对话之时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反而透着清晰的几乎能滴出水来的柔和。苏无忌和艾斯戴尔贴面而立，距离近的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苏无忌随后抬起手来，动作无比自然地褪下艾斯戴尔那件质感精良的大衣，随手丢在一旁的沙发上。下一瞬间，他便做出了一个让武田雨衣目瞪口呆、浑身僵硬的举动。这家伙完全无视了床上还坐着一个大活人，手臂猛地收紧，一把揽住艾斯戴尔纤细却充满韧性的腰肢，将他狠狠地箍进自己带着水珠的怀里。艾斯戴尔似乎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他没有丝毫抗拒，反而顺势与苏无忌紧密贴合，抬起双臂，熟练地环住了苏无忌的脖颈。自从彻底沦陷于这个小男人的温柔与霸道之后，这位前月神夫人的内心深处可是时时刻刻都在渴望着这样的拥抱与温度。紧接着，在武田雨衣震惊的注视下，苏无忌微微低下头，竟是直接吻上了艾斯戴尔那线条优美的嘴唇。这可不是礼貌性的前吻，而是带着强烈占有欲和炽烈情感的深吻。这一吻充满了不容置疑的侵略性，更是一种对所有权的宣示。深入、缠、绵。艾斯戴尔的身体先是微微一僵，他一开始明显也没想到苏无忌当着别的女人的面居然还会这样。他起初还象征性的用掌心抵了一下对方的胸膛，但在苏无忌的攻势之下，这点微弱的抵抗瞬间便土崩瓦解，身子也很快软了下来。艾斯戴尔顾不得扭头去看床上那个女人的反应，手臂已然再度环上苏无忌的脖颈，开始以同样甚至更热烈的姿态回应着对方
对自己的思念。两人就这样站在房间的浴室门口，忘情地拥吻着，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彼此，周遭的一切都不复存在。苏无忌身上的水珠已经迅速沾湿了艾斯戴尔大衣之下那件轻薄的针织衫，让那曼妙曲线凸显得更加清晰。武田羽衣目睹此景，一时间已经忘记了呼吸。他已经彻底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他眼睁睁看着那个对他毒舌、刻薄，仿佛对女色毫无兴趣的青年，此刻正以一种近乎掠夺的姿态，拥抱亲吻着另一位同样强大而美丽的女人。而那位威名远播的银月杀手教官，竟在苏无忌的怀中展现出如此顺从，甚至是沉醉的一面。他们竟然是这种关系，他们怎么能是这种关系？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这两人都是一点也不般配。不管是从年纪、经历、气质、背景，甚至是国籍来看，他们都不合适。唯一合适的只有一男一女的性别而已。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猛地涌上了心头，就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地攥住了武田羽衣的心脏。是极度震惊，是无法理解，是难以置信，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细微又尖锐的酸涩。此刻的武田羽衣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多余者，像是一个厚着脸皮闯入别人私密领域的旁观者，尴尬到极点，简直无地自容。他盯着那紧紧拥抱的身影看了1分钟，只觉得脸颊发烫，心跳失序，随后下意识地闭上眼睛，拉高被子，将自己完全埋进去，试图以此来隔绝这令人心跳加速的画面和声音。但那暧昧的细微声响却依旧无比清晰地传进他的耳朵里。第一次近距离亲密这样的事情，让他的感觉非常的复杂。那种亲与吻似乎带着某种致命的吸引力，竟是让武田羽衣鬼使神差的还想再多看几眼。我为什么要躲？他在心中问自己。他们都不觉得害臊，凭什么是我藏在被子里？这种自问更像是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安然旁观的借口。他这么一想，仿佛说服了自己，于是立刻把头从被子里探出来，继续看着那画面。武田羽衣目不转睛，眼睛眨也不眨，就连牙齿快要把嘴唇咬破了都没意识到。也不知过了多久，苏无忌终于稍稍放开了艾斯戴尔，额头抵着他的额头，两人同时在深呼吸着。显然刚刚他们太忘情了，明显有点缺氧了。武田羽衣的目光不自觉地扫过苏无忌腰间的浴巾，立刻触电般移开视线，脸上火烧火燎，简直没眼看。苏无忌凝望着怀中的人儿，声音里透着浓郁的热量。他反手指了指浴室，我有话想对你说，进去说，咱们小声说啊，悄悄说。此时的艾斯戴尔脸颊泛着罕见的动人红晕，眼波流转间显得风情万种。他听了苏无忌的话，当然明白对方想要说不做什么。事实上他也想，但艾斯戴尔还是微微侧头，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床的方向，轻轻地说道：这房间里还有别人在，合适吗？苏无忌揽着他的纤腰，甚至都懒得往武田羽衣的方向瞥上一眼。他的语气理所当然说道：那有什么，咱们只是进浴室聊天而已，又不是干其他的事情。武田羽衣瞬间瞪大了眼睛，把我当傻子吗？他紧紧攥着拳头，一股强烈的不爽从心头冒了起来。
而苏无忌说完，便半搂半抱的带着艾斯黛儿进入了浴室。紧接着砰的一声，浴室门被重重关上，甚至武田雨衣清楚地听到从里面传来了咔嗒的反锁轻响，这声音就像是一根刺，刺穿了武田雨衣的耳膜。混蛋男人，还反锁，防谁呢？我又不会进去。武田雨衣小声嘀咕，他只能以此来发泄着强烈的不满。紧接着哗啦啦的淋浴水声再次响起，花洒的开关显然被开到了最大，但是这一次水流的声音明显是为了掩盖某些更加令人浮想联翩的动静。还说在浴室里聊天，哼！武田雨衣独自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情前所未有的纷乱。浴室里持续传来音调复杂的交响乐，即便已经被水声模糊，但武田雨衣还是能隐约听得见。这乐曲里的每一个音节都像一根细小的针，细细密密，反反复复地扎在他的心口。一种强烈的孤寂感混合着难以名状的委屈感，如同涨潮般缓缓涌上心头，几乎要将他整个人淹没其中。武田雨衣连忙闭上眼，将滚烫的脸颊深深地埋进微凉的枕头里，同时拉过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盖住了，仿佛只要这样做，他就能将那个火热的世界彻底隔绝在外。可是和那浴室内正在上演的炽烈场景相比，这原本该是很温暖的被窝，此刻却显得格外冰凉。武田雨衣把自己蜷缩起来，用力地死死地堵住了耳朵。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1个世纪那么漫长，浴室里的水声终于停了。武田雨衣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又过了一会儿，门锁又传来了咔嗒一声轻响，打破了房间内凝滞的气氛。武田雨衣依旧维持着蜷缩的姿势，埋在被子下一动不动，但他全身的感官却不自觉地全部提起来，留意着外面的所有动静。先出来的是苏无忌，他已经换上了浴袍，湿漉漉的头发随意地耷拉着，整个人透着一股吃饱喝足后的慵懒与神清气爽。他看了一眼床上的那个鼓包，随后径直走到窗边，拉开了的窗帘，让更多的阳光洒进来。接着艾斯戴尔也走了出来，他同样整理好了仪容，针织衫和长裤重新穿好，重新恢复了那份高贵与冷艳。只是他那白皙的肌肤上还残留着沐浴后的淡淡红晕，眼波流转间比之前更多了几分只有某种事情才能带来的妩媚风情。他步履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但只有苏无忌能读懂的柔软，走到床边优雅坐下。武田雨衣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房间内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就这样过了2分钟，武田雨衣双拳紧握，掌心之中满是汗水，已经快要呼吸不过来了。然而这一男一女丝毫没有出去的意思。苏无忌的嘲讽声音响起来：你这样会把自己憋死的。武田雨衣咬了咬牙，缓缓拉开了被子，把脑袋露了出来，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刚刚睡着了，没有听见你们在浴室里到底聊的什么。只是那本来虚弱苍白的脸，此刻通红如血。此地无银300两。是吗？艾斯戴尔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美，却带着一种洞察一切的锐利。兄宇，看你现在的反应，要不要让无忌刚刚对我聊的那些话对你重新说上一遍？武田雨衣愣了一下。嘿，武田雨衣显然明白
艾斯戴尔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心头莫名一慌，下意识的抗拒。不必了，我不想聊这个。刚刚被迫听到了他们那场动作激烈的私聊，饶是平日里素来心态淡定冷静的胸羽，此刻心绪也已经变成了一团乱麻了，根本没法平静面对这位正主。艾斯戴尔却忽然伸出手来，一把扯掉了武田雨衣紧紧裹在身上的被子，然后将他从床上拉了起来。苏无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转过身，面向窗外，动作快得没有丝毫犹豫。他虽然不知道艾斯戴尔此刻是要做什么，但他知道的是，武田雨衣的身上只是穿着一件单薄的一次性衣服，在光线之下，那种纯白色的布料其实和半透明有些类似，所以苏无忌第一时间躲开了眼神，一眼都没有多看。你干什么？武田雨衣被这样粗鲁地扯出来，屈辱感瞬间充斥了他的心间。可偏偏双方实力悬殊，艾斯戴尔一根手指头就能捅死自己。人在屋檐下，他不得不将这口气硬生生地咽下。到浴室里来，我要跟你聊聊。艾斯戴尔说着，语气之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味道。嘿，武田雨衣再次呆住了，脑海里瞬间闪过了一些荒谬的念头。难道说这位杀手教官还有某些特殊的聊天的癖好？苏无忌即便是背对着他们，也能想象出武田雨衣惊疑不定的神情，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不过恰巧以前的月神夫人在这方面还真的不拘一格呢。武田雨衣光着脚，被动地跟着走进了浴室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他那本来白皙细腻的肌肤，此刻从脸颊到脖颈，甚至到锁骨之下的位置，都泛着一层动人的淡粉色。艾斯戴尔把浴室的门关上，看着武田雨衣那红透了的脸颊和几乎要滴血的耳垂，语气里带上了一丝玩味之意，说道：以前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只不过是听听我和无忌聊天的声音而已，反应就能那么大。武田雨衣站在杀手教官的对面，气势上先天就弱了一大截，更何况自己身上的衣服还比对方少了这么多，实在是让他感觉到无比的羞愤与难堪。不管我有没有经历过，都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武田雨衣强自镇定地说道。他知道自己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此时说话间强忍着抬手挡住关键位置的冲动，反而努力挺直脊背和胸膛。他知道自己要是抬手遮挡，就是毫无疑问的示弱，会显得更没气势了。艾斯戴尔淡淡应了一声，轻描淡写的下个结论道：那就是没经历过了。武田雨衣下意识地并拢了双腿，又抿了抿嘴。艾斯戴尔看到了他这个细微的动作，摇了摇头，嘴角牵扯出了一抹微嘲的笑意来。他是个正人君子。艾斯戴尔忽然话锋一转，把话题转到了苏无忌的身上。刚刚我把你拉出被窝的时候，他都没有看你一眼。要是苏无忌听到了这句话，怕是会很意外。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让戴尔姐姐有了这样的误解。武田雨衣面无表情。所以呢？他并不能完全认可艾斯戴尔的说法。如果是正人君子，能当着另一个人的面和你在浴室里私聊这么久，这么忘我，还把聊天的动静搞得这么大，怕是银月的杀手教官之前说话说得太多，现在扁桃体都聊疼了吧。艾斯戴尔盯着武田雨衣的眼睛，目光开始变得锐利了些许。他说道：据我所知，你还要和他相处好几天。
武田雨衣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误会了，于是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我和苏无忌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楚，你不懂，我也不想解释。我知道。艾斯戴尔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了一抹微微的笑意，随后说道：但是我更知道的是，如果你继续这样和他相处下去，极有可能会爱上他。爱上他，这绝无可能。武田雨衣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忍不住地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又控制不住地想到刚刚听到的那一曲交响乐，不自觉地涨红了脸，强撑着说道：我对有主的男人绝对不可能产生半点兴趣。顿了顿，似乎是为了表示立场的坚定，武田雨衣又加强了语气，补充了一句：更何况还是他。想到这儿，他忽然很想去找一下东亚叶皇，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苏无忌和艾斯戴尔之间是这种关系。话可别说得太早了。艾斯戴尔语气微潮地说道：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谁也预测不了。我和你们不一样。武田雨衣眯了眯眼睛，语气斩钉截铁：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普天之下这么多男人，我为什么要选一个敌人当爱人？在他看来，艾斯戴尔的刚刚的臆测简直离谱到了极点。艾斯戴尔的笑容微微收了起来，眼光随之变得更冷了一些。很好，这正是我想听到的答案。你如果有这个担心，我只能说明你多虑了。武田雨衣冷冷回应道：我和无忌之间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开放，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会干涉他去找任何女人。但……艾斯戴尔停顿了一下，话语里随之带上了浓得化不开的警告意味。你不行。武田雨衣沉默了几秒钟，较劲的心思又被激起来了。为什么其他女人都无所谓，唯独我不行？你伤害过雪人，算计过银月，更重要的是还设计暗杀过无忌。艾斯戴尔的表情变得无比郑重，说道：这些都是我的底线。我只是饿了雪人几天，并没有怎么伤害他。武田雨衣试图辩解道：至于算计银月，其实我对银月的一系列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就被苏无忌抓了。还有，你说我设计暗杀他，明明是他先。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艾斯戴尔直接打断了。我对你的这些解释其实完全不感兴趣，我只想说的是……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微微前倾身体，张口轻吐：只要你敢处心积虑地接近无忌，我必杀你。此刻艾斯戴尔的声音冷得刺骨，凛冽的寒气瞬间弥漫在浴室空间里，冰冷的杀意如同实质缠绕在武田雨衣的脖颈，让他的呼吸都为之一滞，甚至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他毫不怀疑艾斯戴尔话语的真实性，这位杀手教官绝对说到做到。然而由于从小到大所养成的骄傲，让武田雨衣无法在这种威胁下彻底低头。迎着艾斯戴尔冰冷的目光，他努力维持着镇定的语调：你的警告我收到了，但我武田雨衣行事，还轮不到别人来指手画脚。艾斯戴尔眼睛里的杀意更加浓郁了。武田雨衣冷冷说道：如果事情真的朝着最离谱的方向发展，未来的某一天我真的对他起了这种心思，那么用不着你动手，我会自我了断。我先自杀。艾斯戴尔盯着武田雨衣看了几秒钟，那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灵魂，审视他话语里有几分真几分假。最终杀手教官周身那骇人的杀气开始缓缓地收敛起来，
重新恢复了那副高贵冷艳的模样。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艾斯戴尔淡淡的说完，转身拉住了浴室的门把手。希望你不会让我有亲手兑现承诺的机会。在开门之前，他的目光看了看武田雨衣身上的那件衣服。你这件衣服已经不能穿了。武田雨衣？你说什么？艾斯戴尔收回了目光，冷笑。没看出来你在这方面倒是天赋异禀。武田雨衣终于明白了对方在说些什么，低头看了一眼，俏脸瞬间滚烫，强行解释道：这是个意外。门外的苏无忌正百无聊赖地翘着二郎腿，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出来。艾斯戴尔的神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而武田雨衣则是已经穿上了浴袍，遮挡住了上半身的白光，脸上却还带着未褪尽的红晕，以及一丝屈辱的倔强。这么快就聊完了？他挑了挑眉，语气轻松，仿佛刚才浴室里那场暗流涌动的交锋与他完全无关。艾斯戴尔还没来得及开口，便听到武田雨衣冷冷说道：对，聊完了，没有你和艾斯戴尔聊的时间长。这话语里明显能听出赌气的感觉。艾斯戴尔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抬手搂住了他的脖子，说道：无忌，我先走了。那眼眸之中涌动着不舍，但是不管是表面上还是暗地里的身份，亦或是本身的性格，都不允许艾斯戴尔在苏无忌的身边安安心心的当一个小女人。苏无忌说道：多留一天吧。武田雨衣呵呵一笑，忍不住的插嘴：要不我换个房间，把这里留给你们。苏无忌：倒也不是不行，有个电灯泡在这里多少还是有点碍事的。武田雨衣的脸上再度出现了羞愤之意。苏无忌摊了摊手：你看，你明明是自己主动要让路的，可我顺着你的台阶说了一句，你还不高兴了？你……武田雨衣跺了跺脚，又涨红了脸，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我该走了。艾斯戴尔把这两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在苏无忌的唇边轻轻吻了一下，随后转身离开。只不过在出门之前，他对武田雨衣说了一句：记住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或许被无面者追杀了几天之后，你就要处于生死边缘了。显然这里的生死边缘指的就是对苏无忌动心。武田雨衣的表情瞬间变得坚定了许多。这不可能。艾斯戴尔嘲讽一笑：祝你活得久一点。说完他关门离开。苏无忌看着坐回了床上的武田雨衣，说道：这浴室门的隔音不太好，我听到你们俩在聊些什么了。武田雨衣直视着他的眼睛，冷冷反问：你还知道隔音不好？恶心。苏无忌这才反应过来，我和艾斯戴尔的声音很大吗？他有点尴尬，正要说些什么，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一看来电，竟是老妈。